所有中国人肯定都知道都江堰。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注意事项是，千万别在假日或者周末来看。我们刚好赶上是5·1的时候到都江堰，入口就排了长长的队，进去也是人山人海。说起水利工程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个大坝，但其实都江堰并没有大坝。都江堰主要是一个水利灌溉工程，把岷江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去灌溉成都平原，一部分继续往前流，当然也还有防洪排沙的功能。更牛的是，都江堰到现在还在起作用。鱼嘴，也就是把岷江江水一分为二的主要设施。从江的一侧到另外一侧需要过这个索桥，过索桥也是得排队。汾江亭是索桥的入口。终于上桥了。亲爱的游客朋友，您好。如果您已参观完离堆公园、鱼嘴，下索桥后，请往右行走，可以继续参观二王庙、松茂古道等景点。不知道有多少游客在担心这个索桥会不会超载呀？中间更要，这个才小姐啊，中间。如果您已参观完离堆公园、鱼嘴，我从幼儿园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过了桥以后，可以爬一下玉垒山。一路上有不少景点可以看。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亭子很有造型感，而且不用自己爬，有手扶电梯。不要倚靠在扶梯两侧，不要蹲坐，不要走动，不要拍照，不要轻松地站在电梯上，看着两边碧绿的树林，还是非常惬意的。身体不要倚靠在扶梯两侧，不要蹲坐，不要走动，不要拍照，不要玩手机。游客你好，搭乘扶梯时请握紧扶手带，身体不要倚靠在扶梯两侧，不要蹲坐，不要走动。到了山顶，可以鸟瞰整个都江堰工程，视野很开阔。要到最高点，还要爬这个玉垒阁，一共5层。
水里好，不错。爬到最高层，确实视野不一样了，一侧可以鸟瞰整个城市。另一侧可以从高处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水利工程。下面就是刚才看见的鱼嘴和刚刚走过的索桥。都江堰如果人少的话可以看一下，但是说实话没有那么的吸引人，因为我们普通人不搞水利的话，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到底有多伟大。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，当年道教的创始人之一张道陵就在这儿修行。下车的地方离入口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走在这条路上是非常轻松的，因为两边都是翠绿的树木，环境很好。整个青城山有很多道观，这是在入口的第一个。拐过这道门，眼前一片翠绿。到青城山肯定要爬山，虽然有点累，但是还是非常值得一爬。一边爬一边看着两边，层峦叠嶂，山清水秀，郁郁葱葱。没有这么多人的话，确实是一个修行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道教的创始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可能就创不了清静无为的道教了，太嘈杂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节假日或者周末来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走在石板路上，两边是碧绿的植被，肯定身心都升华了。这个一想就2千米的就有好绿。我们只爬到了全真观，这只是青城山的半山腰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实在没办法往上爬了。据说还有很多山洞、瀑布，各种景点，可惜这次没有看全。看看这云雾缭绕的一片绿色，绝对值得来爬一下。
岁数大了，下山也得小心翼翼的。下的人少，不是排队。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会花一整天时间到青城山，一直爬到最高峰。哇，对的，记得了。